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小点儿。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表皮酥脆香甜，里面超级柔软的面包——墨西哥包。这个面包我们用中种法来制作，先来制作中种面团。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到稍温热的状态，但是不要超过40度，否则容易把酵母烫死。加入酵母化开。然后加入到高筋面粉中，先用筷子搅成絮状，再用手揉成团。开始面团很不光滑，我们可以不用费力去揉，先把它盖好，让它醒5分钟，让面粉和水充分融合。5分钟之后再来揉，就容易很多了。揉到像这样表面稍微光滑一些就可以了。我们把它盖好，在室温下发酵到现在体积的2倍大。25度的室温大约需要1小时，室温低要延长时间。现在面团体积已经翻倍，我们把它盖好，转移到冰箱隔夜冷藏发酵1晚，一般最少8小时，最多可以在冰箱冷藏保存3天。第二天我们来制作煮面团，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中种面团，不需要恢复到室温，可以看到里面充满了蜂窝状的组织。隔夜发酵给面团带来更多的风味儿，让我们的面包无论是从口味还是口感上都更好。把中种面团撕成小块，加入到搅拌盆中。如果没有厨师机，可以参考之前的手揉面教程，可以手揉操作。然后再加入高筋面粉、糖、奶粉。奶粉的作用是增加奶香味儿，没有也可以不加。少许盐、鸡蛋液。最后再加入牛奶，牛奶的量可能需要根据你的面粉吸水性进行调整。我们可以先用厨师机的桨形搅拌头搅拌10几秒，快速的将所有材料聚集到一块儿，这样比较节省时间。然后再换揉面钩来揉面。每款厨师机厂家推荐的揉面档位和揉面的效率都不相同，我这里用的是3档，大概揉了10多分钟，揪下一小块面团来检查。能够抻出这种厚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了。黄油加入之后继续揉面，我这里大概揉了10多分钟，可以时不时停下来检查一下面团的状态。当面团能够抻出像这样透光的薄膜，捅破薄膜，洞口的边缘稍微有锯齿状就可以了。把面团像这样向后折叠，整理成一个光滑的面团，放到盆中进行松弛发酵。根据室温大概需要40到60分钟不等，具体时间要根据室温灵活来调整。当看到面团体积是原来的2倍大，用手指蘸点面粉，在中间戳一个洞，洞口不会回缩或者反弹就可以了。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用双手轻轻按压，去除里面的大气泡，这样面团在2次发酵后气孔才是均匀细腻的。将面团平均分成8份，最好能用厨房秤称量每份面团的重量，避免做出来的面包大小不一。将面团有小碎面的一面朝上放，然后折叠几次，把碎的部分包在里面。翻过来，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在手心搓圆，可以稍微用力按着来搓。底部不光滑的部分给它像这样捏上，这样我们一个表面光滑的圆形胚子就整形好了。把它们放在垫了硅胶垫或者硅油纸的烤盘上，中间稍微留一些距离，给面包成长的空间。把面包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我一般会把它放在烤箱里，里面放1碗刚烧开的水来增加湿气，然后再把烤箱灯打开来增加一些温度。我们要让面包体积发酵到原来的2倍大。在面包发酵期间，我们来制作挤在上面的墨西哥奶酱。无盐黄油切成小块，室温软化，或用微波炉5秒5秒的加热，直到它软化到这种非常稀软的程度。用手动打蛋器搅拌是感觉不到一点阻力的，如果感到有阻力，说明黄油还需要继续来软化，否则后面容易出现水油分离的情况。把黄油搅顺滑之后，筛入糖粉，用打蛋器搅匀。鸡蛋液要恢复到室温再使用，少量多次的加入，每次搅匀至蛋液全部被吸收，再一点点加。
黄油软化不足、蛋液不恢复室温，或者蛋液一次加太多，都容易导致这一步出现水油分离的情况。加到最后，黄油呈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不完全均匀也没关系。我们把低筋面粉筛进来，用刮刀翻拌均匀，面粉加进来以后，质地就会比较均匀了。把面糊装到裱花袋中，放在室温下备用。因为我们需要提前来预热烤箱，要根据自己烤箱预热所需要的时间，提前算好，把面包拿出来，然后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检查面包发酵状态有2个标准，一是体积变化，长到原来体积的2倍大，也就是说原来是 A， 那么现在应该是2A 而不是3A 哦。第2个判断的标准是用手按一下表面，凹陷处可以缓慢的回弹，就说明面包发酵刚刚好了。把刚才准备好的墨西哥酱前面剪一个5毫米左右的小口，然后挤在面包表面。这些酱刚好够挤这8个面包，如果挤完还有剩余，就每个上面再多加一点。把面包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烤15到16分钟。如果还没到这个时间，你的面包上色就已经很深了，可以在表面盖上锡纸来防止颜色过深。在最后2分钟，看到面包表面上一点颜色之后，就可以拿出来了。把面包转移到网架上晾凉。墨西哥包其实并不是源于墨西哥，而是因为它上面的酱在烤箱里留下来之后形成的形状特别像墨西哥的帽子而得名。原味墨西哥包相比于咖啡味来说，更加突出上面这个酥皮的香甜，搭配下面松软的面包，香酥和绵软在口中交汇，非常美妙。墨西哥包如果留到第2天吃，它的表皮可能会回软，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预热好的烤箱里，180度烤3到5分钟，它的表皮就又可以恢复酥脆，而且面包部分是热乎的，超级好吃哦。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投币、转发、收藏，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我是一小点儿，我们下期再见。